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最残酷的低龄教育崩塌危机。数据显示，从2020年到2024年，中国幼儿园在园儿童人数从4800万锐减至3600万，整整减少了1200万，相当于一个韩国全国总人口的1/4。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。2024年，全国共关停了2.11万所幼儿园，平均每天都有超过50所幼儿园在无声死亡。在过去3年里，已经累计关停4.15万所，占全国总数的14%。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继续走下去，2030年，中国幼儿园将从高峰时的29.5万所跌落到16.37万所，减少13万所，接近腰斩。不是家长不爱孩子了，是孩子根本没出生。当年铺天盖地宣传全面2孩3孩鼓励的热浪，早已消散在冷冰冰的现实里。2023年，中国出生人口仅为878万，创下1949年以来最低值。虽然2024年稍有反弹至930万，但远低于2017年的峰值1790万。人口出生率已经下跌近一半。与此同时，2024年的死亡人口为1040万，中国连续3年自然人口负增长，这不是拐点，这是深渊的开口。而社会的震荡正从看不见的人口数字蔓延到看得见的实体幼儿园。这不是结构性调整，而是生存性的溃败。在这场退潮中，无数经营者、园长、老师成了最先被卷走的一批人。贵州的靳雅珍曾在贵阳、铜仁、凯里经营12家幼儿园，年营收超5000万元。可从2020年起，他先后关停了8家园所，如今仅剩4家在苦苦支撑。他负债超过2000万元，靠做抖音直播卖白酒、家具来贴补园所日常运营。他每天都在想怎么活下去，不是为了扩张，不是为了梦想，而是为了不倒闭、不关门、不欠员工工资。而他的经历正是千千万万个民办幼儿园创始人和园长的缩影。2024年，全国学前教育专任教师减少了24.18万人，平均每天流失600人。这些人不是不爱教育，而是活不下去。很多幼师月薪不到3000元，甚至连五险一金都交不起，工作内容却涵盖了保育、安保、清洁、教育、沟通、哄孩子、写教案，一天24小时都在炸弹边缘徘徊。一位老师说，他因为在园里干得久，领导没好意思辞他，就把他从保育员调岗成了保安，他照单全收，因为反正工资一样。有些幼师离开了岗位，转行做直播、开网店、送外卖，有些人则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。没有孩子，也就没有老师这个岗位的社会需求。更加残酷的是，这场风暴不仅摧毁了民办幼儿园，就连曾经铁打般稳固的公办幼儿园也开始动摇。长沙楚天世纪城幼儿园运营12年，2024年7月1日突然宣布停办。许多家长将孩子送去幼儿园时，才发现园内空无一人，没有老师，没有保安，没有厨师，一个孩子也没有。他们被通知孩子将被转园，但转去哪里，质量如何，老师是谁，没有人能说清楚。更没有人告诉家长，这是不是这所学校的最后一届学生了。在福建、广东、安徽等地，政府发布的终止办学公告越来越频繁，仅一个县一年就有20所民办幼儿园终止招生。这意味着一整届孩子将面临幼儿园荒，而教师、保育员、园长们将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。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全国有283.19万名学前教育专职教师。如果未来5年每年减少20万名老师，到2030年将有至少100万人被失业。这不只是一个教育系统的问题，这是社会结构的重组。
出生人口下降带来的不仅是幼儿园关停潮，更是一场从底部开始的教育系统崩塌链反应。未来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将接连面临招生难关停潮，甚至影响教师编制与高校设置。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政府对这场危机的迟钝与无动于衷。是的，政策层面有声音提议借此机会优化教育结构、改革高考、提升幼教质量，但真正的资源配置、财政倾斜、人口政策呢？生育津贴、住房支持、就业福利，没有。现在唯一能看到的是个体的挣扎和地方教育系统的沉默。西南财经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大数据模型早已预测，如果出生率保持在 0.72， 中国将在本世纪末跌至 3.2 亿人口，每25年减少3至4亿人，2050年 10.5 亿，2075年7亿，2100年剩下3亿。这不是缩人口，这是人间蒸发。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每一所倒闭的幼儿园，每一位失业的老师，每一个没有孩子的教室，都是那未来3亿人口末日图景的一张张预演剧照。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中国最强的底层共识是再苦不能苦孩子，再穷不能穷教育，那么2025年之后，这条底线正被一寸寸撕碎，教育正在成为最先被放弃的战线。你以为只是幼儿园的问题？错了，这是一整套教育系统的前奏性塌方。益阳教育研究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，2030年中国在园幼儿人数可能从2020年的4818万人腰斩至不足2400万人。全国幼儿园从2021年的29.5万所下降至16.3万所，平均每所幼儿园规模从180人缩水到不足140人。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小学将在2033年起步入招生断崖期，中学则将从2038年开始面临招生荒，在之后连大学也无法独善其身。要知道，大学的扩招逻辑是建立在人口红利之上的。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数量为1179万人，2025年将首次出现负增长。再往后，985、211将不得不面对高分落榜无人报的现实，高校合并潮将取代扩招大战成为新常态。在这种结构性下滑中，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危机，它只是没选择出手相救，而是选择坐看淘汰。为什么？因为财政吃紧。别忘了，2025年是地方债危机全面爆发的年份。根据南方都市报数据，2024年底，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总额已经突破76万亿元，地方财政赤字严重。前有城投平台暴雷，后有财政收入锐减。2025年，已有至少10个省份削减教育经费预算，多个市县取消中小学教师编制扩招，甚至有县域政府将财政拨款用于保工资、保运转，压缩所有非必要领域支出，教育首当其冲。而学前教育作为非义务教育的一环，自然成了最先被放弃的对象。你以为政策扶持还在吗？数据显示，全国普惠性幼儿园占比已高达 87.26%， 看起来数字很美，但补贴远远无法填补运营亏空。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调查，大部分省份对普惠园每个学生每年补贴仅几百元，远低于每生每年实际运营成本。而很多园长苦苦撑着，就是为了那点迟迟发不下来的普惠资金，有的地方甚至拖欠长达1年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地方财政不堪重负，中央财政也不愿兜底。教育这条看起来利国利民的战线，被变成了地方自负盈亏的冷血试验场。再加上房地产暴雷，直接拖垮地方收入大头土地出让金。
原本依靠卖地供养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的教育加土地模式，现在一夜归零。于是，我们眼睁睁看着从托育、幼儿园再到中小学，像骨牌一样轰然倒塌。而另一边，老龄化、医疗开支的洪水正席卷而来。2024年，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突破3亿，占总人口22%以上。联合国预测，2035年中国将成为超高龄社会，老龄化速度甚至超过日本。社会资源正在从投入未来向拖住过去倾斜，养老、医保、社保全线告急。财政必须要压教育、保养老金，这就是中国现实的悲剧。一个正下沉的国家，不愿意为未来投资，却不断为衰老埋单。也有人提议改革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，提升幼教质量，发展公办托育。但这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。你可以关掉1万所幼儿园，但你补不回那流失的1万个孩子。你可以说让教育质量提升，但现实是，老师1个月拿着2500元工资，做3个人的工作，谁还有心思讲课？更荒谬的是，一边是幼儿园招不到孩子，老师被迫转行当保安；另一边，抢娃大战仍在少数头部城市疯狂上演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的学区房价格依然居高不下，家长仍为1个名额焦虑失眠。这种城乡、地区教育资源的极度撕裂让人窒息。于是，最底层的家庭只剩2个选择，要么负债生娃上学，要么干脆不生。生育意愿更低了。人口危机不只是生孩子少了，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已经不再适合孩子的存在。没有托育支持，没有育儿环境，没有安全的教育系统，普通家庭根本无法养育下一代。不是年轻人不愿生，而是这个国家不再值得托付孩子。2025年，这场从孩子开始的断崖下坠，注定会把整个中国社会一起拖入深渊。